过年去姐姐家赴宴。7岁的小外甥沉默寡言，我玩心大起，拿糕点坑了他的败碎钱，哄他乖，姨姨替你攒着，以后买好吃的。直到宴会正式开始，我的眼前却忽然闪过弹幕：笑发财了！女配知不知道这不是他外甥啊？他坑的是冷血王爷宋锦绣的侄子。王爷也没想到自家的宝贝小侄儿出门赴宴，竟然被打劫了。看清弹幕，我愣了一下，还不等我反应过来，却见小家伙当着王爷的面，把新得的败碎钱塞到我手里。都给姨。长姐嫁到侯府都10年了，上次去探望长姐还是小外甥刚出生的时候，想来也有7年了。路途遥远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见到长姐啊。夫人说年前侯府来人传信，大小姐说正月15府中设宴，特意邀我们前去赴宴。夫人想着扬州距离京城路途遥远，路途奔波费时，便决定提前半个月动身出发赶路。那不就是现在吗？糟了糟了糟了！真无聊。府中所有人都在忙，阿娘也去帮阿姐了。这京城的宅子就是不一般啊，一处一景，亭台楼阁的。难不成这就是我许久未见的小外甥？阿姐离家10年了，小外甥现在应该有7岁了，看着年纪能对上。而现在宾客未到，能出现在府里的小孩，定是小外甥无疑了。别怕，我是小英，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嘞。啊，这话可不是假的，你满月酒的时候我也来过的，还备了一份厚礼。只不过你那会儿太小，记不住也正常。哇，中了不少呢。这小外甥还蛮乖的。快喊姨姨！你放肆！呀，侯府嫡子了不了哦，但我阿姐可是你亲娘，我还怕你不成？哼！姨姨陪你喂鱼好不好？好。哼哼，哄小孩我一套一套的。宴席是在夜间，现在时辰还早，你慢慢喂。想到了。嘿嘿，我厉不厉害？现在看见这熟悉的黑鱼，我胃口微动呀！厉害！吃吧。味道不错。我呢，虽然有点大肚，但真不多。这东西我熟啊，是败碎钱。抛开其他不谈，这不就是县城的小孩吗？还是我亲外甥。四舍五入，姐姐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。乖乖，姨姨对你好不好呀？饿了吧？先吃块糕点垫垫肚子。那败碎包，你是要这个吗？姨姨替你攒着，以后买好吃的。好。哎呦，乖宝贝，败碎包这不就来了吗？主子让奴才叫小公子过去。去吧。好。
过就是分开一会儿，怎么整的好像要离别似的？哎呦，阿兄姑娘要奴婢好找，大娘子还在等着呢。一起吃饭。香儿，你瞧瞧你大姐如今过得多好。阿娘，这道炙羊肉可是京城名菜，得趁热吃，口感才最佳。阿姐给的红包肯定厚实，不能漏了我。女配这是一心想要压岁钱啊！笑发财了。女配知不知道之前那小孩不是他外甥啊？他坑的是冷血王爷宋锦秋的侄子。王爷也没想到自家的宝贝小侄子出门赴宴竟然被打劫了。什么？全杀的！我认错外甥了！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！那都给姨。要命！要命！要命！我是要百岁报，但不是要享年20啊！小世子怕是认错人了，王爷请见谅，这是我母家妹妹阿香，家中排行第4，刚从扬州赶来。女配姐姐，我的天爷啊，这是什么鬼热闹？女主好美啊！有这样一个顽劣的妹妹，是女主的福气。扶额。对对对，不！您世子的脸哄他喊姨爷，几个时辰前我有多嚣张，现在就有多想死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叔父，是侄儿认错了。回来。小世子其实亲爹娘都没了，没想到对女配还挺好，我还以为他是故意的呢，想让女配当众难堪。楼上，别对小世子恶意那么重，好吧？小厮，你真是长本事了。绿竹，赶紧把这东西给小少子送回去，就说小厮是长辈，方才是逗孩玩的，万不可当真。是。你呀你，一会儿没看住就给我整幺蛾子。说吧，和那小事是怎么回事？没什么。对了，小外甥呢？喏，那儿呢？哼！啊！女配没看错，她的小外甥就是很嫌弃她，毕竟她性格古怪，毕竟是追妻文，男主心疼青梅，处处偏心青梅表妹，连带着儿子也站在女主的对立面。等到后期和离回扬州后，父子俩就知道后悔了，坐等父子俩千里追妻时刻。什么玩意儿？亲儿子跟着父亲偏帮外人，人言否？哎呀，别看了，那孩子近年来也与我不亲，等席面散了，咱们好好说说话。姐姐，你就是脾气太好了，哼！但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慢走。那是你小姨啊。是，世子问他做什么？
哇！哼！小柿子，这么多香囊里头，只有一枚放了铜钱，象征着好运。你拿一个吧。世子才不会喜欢这些。多谢宁四姑娘，愿你年年今日岁岁无忧。王爷，小儿顽劣，这一路承蒙世子照顾。惨了，又被抓个正着，这王爷该不会觉得我在暗算他侄儿吧？谢谢姨姨。哇，我就说小世子今天福星高照，果然很有福气呢。不就是没铜钱吗？还给我！这是我姨姨的，凭什么要给你？是我姨，不是你姨。我姨才不出是你姨，就是我姨姨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定是什么特意把铜钱塞给世子，这里面肯定个个都有铜钱，看我不当众拆穿你！哎呀呀，玉哥，这可怎么好？我都说了，这里头呀，可只有一枚放了象征好运的铜钱。小世子福气高，偏生就让他先挑中了，玉哥哥怎么就不信呢？你是故意的，你肯定提前在那香囊上做了记号。怎么可能呢？玉哥，你刚才抢的那么快，姨姨我想拦都没拦住。再说了，这香囊摆在那儿纹丝未动，可都是你们自己伸过手去挑的呀，大家可都看着呢。齐怀宇，你大呼小叫什么？齐怀宇，怎么？本世子拿到铜钱，你是有什么不满吗？女配这是干嘛呀？怎么感觉她直接激化了矛盾？但不得不说，之前都是宁大娘子受气，总算看到这小崽子受委屈了，爽！就是啊，好东西就是要奖励给乖孩子送齐安，这坏孩子是没有的。是啊，我就是故意的。姐姐先是她自己，后是我姐姐，然后才是她的娘亲。欺负我姐姐，就算是亲外甥我也世子爷见谅，那孩子被他爹娇惯坏了，气性大，方才若是冲撞了您，还望世子看在两家交情份上，莫要和他计较。他确实气性大，不像我。齐安，走了。王爷再晚来一步，就能听见自己侄儿在自夸了。莫名感觉小世子好可爱啊，那副我很乖，快选我的表情绝了。小世子潜台词：齐怀哲脾气大，你要不来当我的姨姨吧，姨姨吧。叔父，您瞧，侄儿刚才手气极好，一下子就挑中了这枚有铜钱的香囊哦。哦，侄儿忘了，您并没有香囊。救命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世子爷得了什么惊世好宝贝，其实只是一枚铜钱啊！小世子也忒招人稀罕了。王爷，什么时候才能逃离这个原生侄子？绿竹，俊儿呢？他跑去哪儿了？有没有摔着？大娘子，小公子他
他没回自个儿院子，直接跑去表姑娘那儿了，说是大娘子不喜他，只有表姑妈疼他。清雅，那老胡子表你妈真是好大的脸！宁清雅，玉儿哭着跑去舒儿那儿，你这个当娘的，到底在闹什么？哟，侯爷好大的威风啊！侯爷不分青红皂白便骂我姐姐，当年的誓言全当什么了？宁四，这是我侯府的家事，轮不到你插嘴。家事，姐姐若是受了委屈，那便是我的心头事。侯爷怕是忘了，当年侯府落魄的连门楣都要典当的时候，是谁带着半个扬州的财货嫁进来填了你这侯府的窟窿？若非宁家，你齐侯爷今日能有这般在王爷面前露脸的风光？宁商，你放肆！我放肆？我看放肆的是侯爷。你在这不分青红皂白便骂我姐姐，当初求娶时许下的那些海誓山盟，如今全当是什么了？这就是你宁家教出来的女儿，商贾之家果然没规矩，抵不了高门大户的一点教养。像你这般牙尖嘴利的，难怪在扬州至今也无人敢娶。侯爷说的对，我是没人敢娶，可我宁商眼里揉不得沙子。若是未来的郎君是个忘恩负义之人，那我宁可终生不嫁，守着我宁家的万贯家财过活，总好过在这侯府后宅里看那些丧良心的人演戏。既然侯爷这般瞧不上我宁家的女儿，觉得我们没有教养，那当初你又何必费尽心思求娶我？当初侯府捉襟见肘时，侯爷可从未说过宁家女没有教养。清雅，别闹了，大过年的，竟叫外人看了笑话。你看看你现在还有没有点侯府当家主母的样子了，简直不可理喻。姐姐，起风了，咱们回房吧，不值得为这样的男人伤心。走吧。是。你个死丫头，你自己至今不肯嫁人，有着性子胡闹也就算了，刚才在那院子里，你胡咧咧什么？竟然还撺掇你姐姐！阿娘，你这话可就偏心了。若是姐姐在京城过得蜜里调油，我吃饱了撑的去撺掇那些。你瞧瞧刚才齐爵那个样子，那是对自家夫人的样子吗？阿娘，我本想忍一辈子的，可我心里苦啊。好孩子，你慢慢说，受了什么罪都跟娘说。娘以前总劝你要大度，要有主母的样儿，可娘不知道你过的是这种日子。你妹妹那泼辣劲儿虽气人，但她说的对，咱们宁家虽是商贾，却也不是任人搓圆撵扁的。淑儿孤苦伶仃，她年纪尚小，若流落在外，无依无靠的，又是女子，怎么过活？求夫人怜我。绿竹，去把西厢腾出来。起来吧。绿竹，把我的那对步摇和金钗和那对玉镯给表姑娘送去。小姐，您带来的那些嫁妆全用来补这侯府的大窟窿了，再送些，怕是……夫君，我已命绿竹给表姑娘送了些首饰，现如今府中亏空上大，前些日子夫君已经置办了几套新的，便不再置办新的头面了吧？淑儿没了家人，现如今孤苦伶仃，
置办几套新头面又如何？你不怜他便罢，还如此善妒，半分主母的样子都没有。玉儿，天热，来喝些解暑汤再玩。表姑母，我们去那边玩呗。好一个侯府，好一个奇绝，花着我宁家的银子，还骂着我宁家的女儿，他怎么敢如此对你？阿娘，您别气，为了那种人气坏了身子不值当。既然姐姐把底透了，这事儿就不能这么算了。女主就是太心软善良了，对谁都好，所以才让男主蹬鼻子上脸。等女主离开之后，男主可不得追悔莫及。要那种男人的后悔有什么用？巴掌扇不进书里的无力感。不过侯府势大，女主家只是商贾，还能怎么办呢？只能灰溜溜走人啊。这话说的没错，哪怕我们占理，但这世道，权势才是正理。罢了，娘，你们好好休息，我也先回去了。爷和玉儿今晚在这儿休息，夫人怕是会多想。都怪我，爷才和夫人吵架。那是他善妒，与你无关。绿竹，你说我是不是打从一开始就不该踏进这京城？大娘子，是侯爷他偏心，他竟然当真宿在这边，连小公子也……罢了，我也明白，在这权势滔天的京城，我这个商贾之女，终究只是个供人填窟窿的物件。走吧，回屋，别让阿娘和阿兄看出来。姐姐，别在这儿对着镜叹气了，快！阿香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府中还有许多账目要对。对什么账？那些银子兑得再清也没用。今日我带你出门去茶楼坐坐，阿娘在屋里歇着呢，咱们姐妹俩去躲个清静。侯夫人，宁死姑娘。免礼。绿竹，你们先退到门外守着，我有话要跟小世子说。是。小世子，这一大早的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把你从王府给喊出来了。乖乖，帮姨姨一个忙好不好？那我要吃一整条烤鱼。你这小家伙，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，别说一整条，姨姨今日给你烤2条，让你吃个够。嘿嘿，小世子那小模样太可爱了，为了2条鱼。不过这俩打的什么坏主意？楼上真像了。不过你们想过王爷吗？王爷一大早起来发现侄子又不见了，估计要在府里拆家了。哈哈哈哈。叔叔说，甜食能让人心情愉悦。多谢世子，乖乖，姨姨的呢？下次我给姨姨买一个更大的。爷，看来夫人还是在生舒儿的气，连带着玉儿也被夫人冷落了。姐姐，这路边好像有什么在叫唤，咱们可没工夫搭理，快走。宁清雅，你到底在闹什么？爷，你也别怪夫人，夫人这几日成日里往外跑，身边还总带着世子爷。夫人莫不是看上了王爷，想去王府做王妃了？你敢打我！孟舒儿，你也敢在这里信口雌黄？这是我替世子打的，
孟姑娘当街污蔑我姐姐和王爷的清白，难道不该打？表哥，我怕。宁四姑娘好大的能耐。齐侯爷，怕是这些话传到叔父耳朵里，齐侯爷也知道是什么下场吧？表哥。好像就是这时候，女主上街和男主争执起来，男主下意识保护了表妹，导致女主被马车撞飞，断了腿，女主也就彻底寒了心。谁让这是追妻换马，女主总是要受些苦的。等之后父子俩就知道女配压根就不爱他们，单纯贪慕虚荣罢了。我都不敢看了，女主明明人很好啊。咦！快来人呐！出人命了！我怎么回事？男主齐爵不是去保护表妹了吗？怎么剧情歪成这样？他跟表妹一起被撞飞了。可能是因为关键时刻妹宝拉了姐姐一把，打乱了马车冲撞的角度。等等，我就低头揉个眼的功夫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宁清雅竟然毫发无伤。别看，别害怕啊，乖乖，闭上眼别看，有遗迹在呢。我是有一点点害怕。血，好多血！哎呦，孟姑娘，你可千万别只顾着哭啊！瞧瞧齐侯爷，为了护住你，生生受了这金马一撞，连命都快搭进去了。这份舍命相救的情分，当真是感天动地的真爱啊！可有哪里伤着？那是齐侯爷，他怀里抱的是谁？那是侯夫人吧？刚才马车冲过来的时候，我也瞧见了。侯爷竟然撇下亲生夫人去救那个娇滴滴的姑娘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唐侯爷竟然宠妾灭妻到如此地步，宁愿夫人没命。这孟姑娘怕不是正经人家的姑娘。清雅，我还愣着做什么？等在这儿让人看侯府的笑话吗？赶紧备车，把你们家这情深似海的侯爷和孟姑娘一并送回府去。是。侯爷这伤太重了，尤其是这伤腿，骨头都碎了。下官虽尽力保住了侯爷的命，但若想如往常般行走，怕是难了。余生恐要在轮椅上度过。我知道了，绿竹，随太医去领方子，命人立刻煎药，不得有误。是。母亲。哎呀，玉哥儿，别在这儿哭丧着脸找你母亲了。你爹爹可是冒着性命之忧才护住了孟姑娘，那是何等的情深意重。这会儿你父亲受了难，你最该去喊的人应该是那位孟姑娘才对啊。若不是父亲为了避开你们，也不会被马车碾过腿。哼，拉着他娘躲开死神，竟然成了罪名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！放手！齐怀宇，你瞪我做什么？你母亲从10月怀胎到生你养你，哪一天不是为你遭经劫掠？她忍气吞声，甚至连嫁妆都拿出来补贴这个家，全是为了护着你这个嫡子的尊严。可你呢？你就是这样对她的。表姑妈温柔知礼，表姑妈才是我的亲娘。这小子真是气死我了。不过男主都快直接火葬场了，宁清雅现在是侯府真正的女主人，按理说为了地位稳固，还是要讨好那个侯府嫡子齐怀玉才对吧？楼上，这搁谁也忍不了吧？没救了！大娘子，四姑娘，不好了，天苑那边空了。说清楚，什么叫空了？孟姑娘，她卷了屋里所有的金银细软，还有侯爷藏在暗格里的银票，趁着府里乱作一团，竟然跑路了。而且他把小公子也一并带走了。他这是怕齐爵废了，连累他守一辈子活寡。可玉儿毕竟是我的亲骨肉，传我的令，派人出府去找。若是他们愿意回来，便带回来；若是不愿，也别强求。
诺，吃块甜的，心情就好了。姨姨，别害怕了，齐家那些人不疼你，还有我呢，我会护着你的。这糕点真甜，看来被乖乖这么一护着，我这心里当真是一点都不怕了。咱们小世子果然很厉害。那是自然，而且我叔父其实也极其厉害，在这京城只要有他在，谁也别想动你。王爷吗？那倒是，这全天下怕是没几个人能在那位面前讨着便宜。宁四姑娘，世子爷，王府到了。世子爷，您总算回来了。宁四姑娘，里面。世子，王爷交代了，您今日受了惊，得先随奴才去换身衣裳，再让太医请个平安脉，免得动了神。姨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宁四姑娘稍坐片刻，王爷此时正在书房交代公务，马上就到。好。这宋锦绣，该不会是要跟我算白天的账吧？民女宁商，见过王爷。奇诀是你推的，本王说的可对？他竟然真的看见了！啊，还真的是女配动的手，我只能说干得漂亮。坏了，王爷和奇诀关系还算不错，王爷该不会要替奇诀这种人讨个说法吧？肯定的吧，宁香区区一个商女，怎么比得上侯府的多年关系，都够宁家吃好几次了。救命，女配稳住啊！小世子呢？快来救命！宁四姑娘，在天子脚下玩这招借刀杀人，你以为你能瞒过谁的眼？民女愚钝，实在不知王爷在说什么。王爷若是疑心今日街头的金马是民女的手笔，大可以去查；若是查不出证据，或是怕民女说谎，您大可以去问问小世子。世子方才一直就在民女身侧，他看的最是真切。宁四姑娘好手段，本王原以为你只是有些伤骨的脚下，没成想为了你那个受气的姐姐，你甚至可以不惜利用一个7岁的稚孩来做你的证人。本王且问你，你之前给她的那些糕点，陪她玩的那些戏码，难道全是为了今日这一场借刀杀人的好戏？你当真以为景王府的人是你可以随意算计的？这话民女就不爱听了。王爷，今日之事到底是天降横祸，还是有人谋害？您手眼通天，大可以去查个利落水落石出。但我宁叔对小世子那点真心，天地可见，空口白牙在这污人清白，难道这就是王府的教养？这看民女不顺眼，杀寡有你，但请收回你那些肮脏的揣测。王爷觉得民女很毒，可凭什么？凭什么我姐姐温良堪厚，事事周全，从未做错任何事，却要在这侯府里受尽冷落与羞辱？这世间若真有公道，那辜负真心见异思迁的人本就该遭受报应。难道只因为他就该被护着，而我姐姐就活该被马车撞腿寒透心吗？既然你自认没有利用齐安，那便好。他就这么信了？方才还一副要把我生吞活剥替奇诀讨说法的样子，怎么我吼了几句他就偃旗息鼓了？这王爷的心思果然比弹幕里说的还要难猜。宁四姑娘，可要留下用个晚膳？啊！他在说什么？用膳？方才不是还在审我推没推奇诀吗？不是还在说我利用小世子吗？这种转折，这位王爷莫不是也被那马撞了脑子？之前在那茶楼见你，齐安便一直嚷嚷着非要本王请你来府上做客。他性子傲，难得这般惦记一个人。今日既然已经凑巧来了，便留下陪他一起用个膳吧。齐安惦记我，那是齐安乖巧。可这位王爷刚才还一副要把我生吞活剥的样子。俗话说礼下与人必有所求，这景王府的饭该不会是最后的晚餐吧？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又是审问又是请客，变脸比翻书还快。
不过只要他不追究齐爵那断腿的事儿，这顿饭即便真是断头饭，我也得吃出个满汉全席的架势来。既然王爷如此盛情，民女若是再推辞，倒显得小家子气了，那民女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笑鼠了，王爷这哪是请吃饭啊，明明是试探女比对世子的真心。王爷不义，王爷叹气，为了带好侄子，还得亲自下场社交。齐爵现在还在家里吐血呢，这边已经开席了。齐爵，那我走。乖乖，姨姨说话算话，今日这2条是补昨天的，剩下那条算姨姨请你的。姨姨，你烤的鱼比御膳房的还要香。叔父，你快尝尝，这是宁四姑娘亲手烤的，好吃极了。你要吃吗？小世子，这鱼是。完了，这一口下去，怕是能把整个宁家赔下去了。之前姨姨在侯府鱼塘里也是随便捞的，当时那条黑鱼我也尝了，还没这一条肥呢。小世子哟，那侯府的草鱼黑鱼怎么能跟这儿比？那是南疆进贡的血金里，全京城就这3条，那是王爷养了3年的心头爱呀！王爷每日亲自投喂，就为了等他们明年开春产卵。这南疆进贡养了3年。完了，这回不光是把人卖了，是把整个宁一家都烤了。这鱼一斤得值多少金子？齐爵都没这几条鱼贵吧？那什么，王爷，民女突然想起来，今日临出门前，我那院子里好像还没灭火。哎，坏了，王爷，我家突然走水了，火势肯定大得不得了，我得赶紧回家一趟救火，晚膳什么的下次再补。民女告辞，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走水？刚才兰竹送信来还没说啊。好啊，好。哎呀，民女就知道王爷向来体恤下情，听闻民女家中失火，定是不忍见民女家破人，才如此赞叹。既然王爷如此通情达理，手肯放民女离去，那民女这就救火去了。多谢王爷体谅，民女感激不尽。他就这么把我扔下了。笑死我了！宁香这求生欲简直拉满，我隔着屏幕都感觉他鞋底子要冒烟了，毫不拖泥带水。我感觉女配要是真跟王爷在一起，能带上小世子一起把王爷气出个好歹来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宁香，姑娘，您总算回来了。王府那边别提了，赶紧进屋。对了，府里现在什么情况？玉哥找着没？回四姑娘还没信儿呢。大娘子派出去几拨人了，可至今没见着小公子的影儿。姐姐，玉哥那边你当真不打算再多派些人手？那孟舒儿可不是个安分的。该派的都派了，他既然口口声声说表姑妈才是他的亲娘，我这做外人的又何必强求？去把舒儿给我带来，我要见我的舒儿，谁也不见！滚！你去禀报吧。是。侯爷，不好了！孟姑娘把府里账面上剩下的银票全都卷走了，连库房里那几箱御赐的绸缎也没放过。她还带着小公子一起跑了。什么？舒儿绝不会！侯爷莫要气，到底是真爱，他带走了银钱，总归是能替你把玉儿养大的。雅儿，我真是瞎了眼，直到今日我才看清，那孟舒儿竟是个如此心狠手辣的。雅儿，你听我说，这些年是我一直糊涂，是我对不住你。以后我们好好过，我只宠你一个，好不好？侯爷现在身子重，还是省点力气好好养着吧。若是再吐一次血，这命怕是真保不住了。现在知道后悔了。若不是2条腿废了，若不是那个毒表妹卷款跑了，你会想起我阿姐的真心？齐爵，你这深情可真是比草都贱。
雅儿，你刚才唤我什么？我说，侯爷请自重，早些歇息。侯爷，你竟如此生分地唤我，雅儿。夫君，你以前从不喊我侯爷的，你总会拉着我的手，柔声喊我一声夫君。怎么，咱们这位侯爷还没哭够？我在这儿都听见他那股子悔悔的腔调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受了多大委屈呢。你呀，姐姐全知道了。这京城的风大，以后出门记得多穿些，莫要再为了不相干的人，让自己受了寒。姐姐，你可不知道，我今晚在景王府当真是出了一口恶气。在那位摄政王爷面前，你可曾收敛些？莫要仗着小世子护你，便不知天高地厚。姐姐，我和你说，刚刚在王府花园，我见那池塘里的鱼游得太欢，便顺手偷偷捞了几条，就在王爷眼皮子底下给烤了。你疯了不成？那可是景王府，他养的鱼哪一条不是名贵珍品？你竟然敢！就在王爷眼皮子底下给烤了。哎呀，姐姐莫怕，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。当时那小世子啃得比我还花，一听是王爷养了3年的宝贝，他也就是抹了抹嘴上的油，没事儿啦。若王爷真要怪罪，就说那是小世子想换换口味，有小世子在那替我背锅，王爷总不能为了几条鱼把自己的亲侄儿给炖了吧？你还笑得出来？那是景王爷当朝摄政王，你竟然拿小世子去顶罪。若是王爷较起真来，媚宝，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？小世子现在还在王府挨骂呢，那小模样老惨了。宁香这波操作有那么一点点不地道，但我好喜欢。别说了，小世子一边挨王爷的臭骂，手里还不忘偷偷往嘴里塞剩下的鱼肉，真是绝了。哎呀，反正祸已经闯了，锅也给小世子背了。他平日里在王府也太沉闷了些，我这也是帮他找点乐子。再说了，这京城的浑水我也趟得差不多了。等陪阿娘办完最后这点事儿，我便要回扬州了。等王爷反应过来要找我算账的时候，本姑娘怕是早就坐在琴霄河畔喝着小酒听着曲儿了。他景王爷权势再大，还能追到扬州去抓我不成？杀了我，养儿，求你。侯爷混说什么呢？这可是扬州快马运回来的百年人参，1两值千金，你得活着，长长久久的活着，看着这侯府是如何在妾身手里延续下去的。听说了吗？侯爷昨儿个又断了气，是大娘子硬生生用百年老参给调回来的。全京城谁不夸咱们大娘子？侯爷伤成那样，还宠妾灭妻丢了脸。大娘子非但不记恨，还把司库里的宝贝全掏出来换参汤。可不是，真是一片深情啊！侯爷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。姐姐这招以德报怨玩得妙极了，全京城的舆论都站在你这边。齐杰现在求死不能，还得在梦里感念你的恩德。他想一死百了，没那么容易。他得活着，看我把这侯府彻底变了性。齐怀瑾失踪了这么久，那孟舒儿怕是带着他躲进地缝里去了。你真的决定过继一个旁支的子弟？爹爹来信说，若我还要在京城，便过继个旁支的子弟。若要回扬州，爹爹已经去信给了齐家的族长，愿留下100台我的嫁妆换份和离书。100台嫁妆也太过便宜了，这侯府的世子位子该换个人做了。瞧瞧，平日里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穷亲戚全来了。听说大娘子要选4子，这些人都恨不得把自个儿孩子塞进侯爷名下，能不急吗？侯爷现在瘫在床上只剩半口气儿，嫡长子又跟着那表姑娘跑了，谁要是能被大娘子看中，那往后就是这侯府的主子。小哥行行好，通禀一声，我这孙子自幼熟读4书5经，最是懂事。你若是个正经家姑娘的做派，雅儿也是会大度抬你做个正儿八经的妾。老夫人，我知错了。质子尚且年幼你，不懂世事，日后若严加管教，也尚可能走回正道。孟姑娘已是过来及笄，却用如此肮脏的手段，我宁家自是容不下的。老夫人，我愿带着玉儿走得远远的，定不会出现在表姐的眼前的。哼，孟姑娘怕真是把我宁家当傻子了。孟姑娘的算盘打得可是真好，带着玉儿，怕是哪日你银钱用完了，会用玉儿来要挟我家雅儿吧？带过去吧。你们宁家区区商贾如此这般，若上面那位知道，那位也是你能叫的？我们宁家虽是商贾，却也是皇商，自是禀明了的。孟姑娘便好好去那烟花巷柳之地，好好待着吧。我不要去那个地方，把他嘴堵住，休让他辱了贵人。
去不去可是由不得你的，自己种下的苦果，如何都是要自己吞下的。小公子，走吧。你外祖父说了，若有朝一日你学成归来，是个正人君子，会让你和你娘亲见面的。无妻亲戚，雅儿要留在京城，随了雅儿去吧。质子尚且年幼，不懂世事，齐家把玉儿教坏了，谁都有责任。我已让冀州那边的去了信了，玉儿冀州那边的学徒会带走。若日后是个正人君子，也可再回来见雅儿。我宁家的血脉流落在外，怕日后会酿成大错。质子尚且年幼，知错能喊善莫大憨。那位齐家的远房亲戚带去那个地方便是，此时便不要知会雅儿和小四了。是呀，雅儿总归是做母亲的，再怎么样，心底也始终会有挂念。冀州远在边疆，常年征战，那位的学徒可是苦的，是福是祸，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大娘子，您瞧瞧我这孩子，天生的富贵相，将来定能撑起齐家的门户，绝不像某些的。哎呦，说话就说话，攀扯那些有的没的做什么？我姐姐选的是四子，不是选个会嚼舌根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大娘子，侄儿齐佑，家中行三。哟，这孩子生的倒是不错，眼神正。从今日起改名为佑哥，记在我名下，你可愿意？孩儿见过母亲。商儿，如今天也暖了，侯府的事也算定下了。你当真不在京城多留些时日？以咱们宁家如今在京城的名声，姐姐定能替你选个家世显赫、品行端正的郎君。姐姐，一亲就不必了。京城的水太深，我还是适合回扬州那个小水塘待着。香儿，当真想好了，在京城这些日子，你同小师爷那般要好，这冷不丁要走，娘这心里倒有些空落落的。阿娘，这京城富贵是真，可规矩也是多。这段日子我陪着那小世子闹也闹了，鱼也烤了，说实在的，心里确实有点舍不得。但京城终究不是我的家，只有回到扬州，我才是宁香，是那个能在秦淮河边横着走的宁四姑娘。咱们该启程了。阿香，你这一走也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我在这侯府已经站稳了脚跟，你若肯留下，姐姐定能在京城为你择一门显赫的亲事。你当真不再考虑了？姐姐一亲就不必了，阿姐若是想我们了，随时来信，下次我们全家一起来。我更喜欢回扬州做账本，这就和阿娘启程了。姐姐珍重。救命！女配这就要杀青回老家了，别走啊！现在姐姐当家做主，宁香在京城当个豪横小姨多爽啊！这一走山高水远，以后跟小世子还有那个黑脸王爷，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了？启程。阳儿，照顾好自己，别累着。给佑儿哥说，下次祖父和祖母一起来看佑哥。阿娘和爹爹要保重好身体，我会带佑哥常回扬州的。都好几日没见姨姨了，都怪叔父，因为一条鱼把姨姨给吓跑了。小世子，宁四姑娘来信了。姨姨说，姨姨已经回扬州了。唉，走吧，我带你去见你的姨姨。我就知道叔叔是全京城最好的叔叔。行了，别闹，走吧。阿娘，这京城的柳树都发芽了，咱们扬州的柳树怕是更绿了。是啊，到底是自家的地方好。总算是出来了，扬州的春水，秦淮的画舫，
我宁香又回来了。咦，乖乖，停车！快停车！咦，王爷，小世子，这春光明媚，二位竟有如此雅兴，来这郊外踏青，真是好巧啊！姨姨怎么要离京了，也不带上我和叔父？若不是叔父带我抄近路赶来，你是不是打算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溜回扬州去？哎呀，小世子，这可就冤枉我了。古人云，离别总是伤感的嘛。像咱们这种同生共死过，还一起吃过烤鱼的情分，我这不是怕万一见了你们，我这心头一软，眼泪一掉，怕是这辈子都走不了喽。当真是因为舍不得我吗？离别伤感。本王瞧着宁四姑娘刚才催促马夫赶出的样子，倒像是后面有洪水猛兽在追。王爷说笑了，民女这不是心系扬州的老父亲吗？诗云烟花3月下扬州，本王倒是忘了，如今恰是草长莺飞的好时节。既然宁四姑娘如此舍不得，那本王与其坐视姑娘在路上伤感落泪，不若领着秦安与四姑娘同去，也好一赏那烟花3月的扬州风光。王爷，您说您要去哪儿？叔父英明，姨姨，咱们同行。正好我也想尝尝扬州的鱼是什么滋味。铁树开花了，王爷这是要直接追到老家去啊！奇绝在侯府断腿吐血，王爷带桥跑路。哈哈哈！宁山快跑啊！你那鱼之仇人家记着呢，这要上门讨债去了，小发财了！扬州的鱼塘现在瑟瑟发抖中。好一个烟花3月下扬州！哼，这账怎么算？宁四姑娘愣着做什么？前方路远，还不启程？既然王爷不嫌弃咱们扬州地界小，那感情好。到了扬州，我定当拿出宁家压箱底的诚意，当一回最好的东道主，保准让王爷和世子玩得尽兴。好，叔父，您这御赐的骏马威风凛凛，您就一个人慢慢骑着赏景吧。车里窄，我就不请您进来了，我和姨姨一块说说话。救命！小世子，你是懂助攻的，这波直接把王爷晾在马背上了。王爷，这侄子不能要了，谁想要谁领走吧，我只想进车里坐坐。东道主宁香已上线，扬州副本正开启，期待王爷被气出内伤的日常。祖母，香儿，你当真就让王爷这么在外面骑马跟着？这可是当朝摄政王，万一待会儿起了风沙，或是日头毒了，怪罪下来，咱们宁家可吃不消。阿娘，您就把心放肚子里，是他自己说要赏扬州风光的，既然要赏，坐车里能瞧见什么？骑马才显得出王爷英姿飒爽，不是？现在天色已晚，先在这儿歇一晚，明早再启程吧。两位客官，里边请。刚好也饿了。王爷今年可有义亲？王爷可有爱慕之人？我家里还有老二、老三都还未议亲，香儿也还未。小二，快点上菜，我娘饿了。还未议亲，也无爱慕之人。我看宁四姑娘和我很有缘。我也觉得姨姨和叔父很有缘分。爸，王爷眼睛没挪开过，这对 CP 我磕死了。傲娇王爷在线，宁香你看一眼啊，他那个眼神拉丝了都。姐妹们快看，前方高田预警，小世子简直就是天降助攻。
哎呀，我也是这样觉得的。你可曾见过齐安？我早起的时候，小厮说我娘和齐安去附近一个叫花市的地方赏花去了。远景，远景，这画面我能看100遍。两人都不说话，但眼神已经说了一整部戏。桃花树下许愿条旁，这就是画本里写的缘分吧？王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先说。问了这边的商贩，他们说秦安来过这边，然后就拿到了这个。叔父想找我，就来算命摊上找答案吧。祖母，我就说了这招可行吧？齐安果然很聪明。我的也是一样。两位是要算命吗？那个小孩和那个老太太呢？小娃娃说了，你们算了命才能告诉你们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红绳已系，无需远寻。前世夫妻缘未了，今生重逢续深情。莫问前程逐波变幻，此心安定即归程。意思就是眼前人即命中人，你俩前世今生都会是夫妻。你肯定是安了机关了，都是假的。你俩不是来找你们的娃娃的吗？不是夫妻是什么？不是。不是说在这么……在很久以前，你怎么吃了我的宝贝鱼？不是故意的。小娘子可愿意做我的夫人呀？小女子愿意。叔父，我演得好吗？秦安演的是最好的。姨姨可愿来做我叔父的？作者大大，我想看第2季甜甜的恋爱，加一！我还想看可爱的世子，期待宁思和王爷甜甜的恋爱和搞笑日常，快点加更吧，作者大大。